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9月10日 ，iPhone 16发布。作为苹果首款为 AI 而生的手机 ，iPhone 16自发布后却一直褒贬不一。其 AI 服务 Apple Intelligence 并未随 iPhone 16的上市而一同上线，新增的拍照按键也被不少人评价为鸡肋。而全系标配 A18 芯片和8GB 的 RAM， 则为 iPhone 16赢得了一丝口碑。毕竟上一代 iPhone 15 Plus 搭载的可是2022年发布的 A16 芯片。如今，从 iPhone 16系列上市到现在，已经过去半月有余了。第一批拿到货的用户也已经体验了1周多的时间了。真正上手体验后 ，Jeffrey 发现 iPhone 16系列有很多发布会没有讲到的东西。今天 Jeffrey 将以 iPhone 16 Pro 系列为例，将一些细节整理分享给大家。iPhone 16 Pro 系列值得买吗？答案马上揭晓。其中一直被吐槽的 Pro 版仍然是几乎没有大改的设计。这套设计从2019年的 iPhone 11系列开始沿用，但最大的调整在于从 iPhone 15 Pro 系列开始，原来的静音按钮改为操作按钮，以及从 iPhone 16系列开始在电源键下方新增的拍摄按钮，还有就是 logo 变大了一些。虽说设计没变，但不能否认配置上的升级，尤其是今年 iPhone 16 Pro 系列升级了4800瓦像素超广角摄像头，以及前置摄像头的参数优化。新一代摄影风格也让拍照也更加好看了，正面的变化也很大，尤其是黑边越来越窄。目前iPhone 16 Pro 左右 1.44 毫米，上下 1.41 毫米 ，iPhone 16 Pro Max 上下左右等宽为 1.36 毫米。黑边设计的微小变革带来的是用户体验的巨大提升，很直观的能感受到屏幕更大了。Jeffrey 还想再说一下拍摄按钮，不好的体验是选项太多，学习成本高，拍摄时需按下去可能会导致屏幕微抖，但好的点在于这个按钮会开放给第三方开发者，不会出现误触，非常适合日常照拍。今年 iPhone 16 Pro 系列例行升级的 A18 Pro 芯片也很强， A 系列处理器一直都是堪称同期无敌的存在，跑分成绩可谓是遥遥领先。从很直观的游戏体验来看， iPhone 16 Pro 在游戏过程中机身温度会均匀的分散开来，覆盖电池、摄像头等其他主要发热区域，加上 iOS 18游戏模式，让 iPhone 16 Pro 系列让游戏体验更上一层楼。看到这里，很多人认为新机相比上代机型变化不大，一些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小伙伴认为没有升级的必要，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续航。每年苹果的新品发布会都不会去讲具体电量有多少，但是网上会有很多博主进行测算。iPhone 16 Pro 的电池容量为3355毫安时 ，iPhone 16 Pro Max 的电池容量为4685毫安时，较上一代均有提升。而至于续航时间的增加，根据苹果官网宣传，iPhone 16 Pro Max 的续航时间提升是最高的，从之前的29小时提升到了33小时。但大家肯定知道，这只是官网的宣传，通常来说，真实续航时间肯定是达不到这个的。于是，在近日 Townsquide 按照其标准流程对 iPhone 16系列4款进行的续航进行实测，结果发现相比 iPhone 15系列有了巨大升级，尤其是 iPhone 16 Pro Max 的续航时间达到了恐怖的18小时6分钟。上一代的 iPhone 15 Pro Max 在测试中续航时间只有14个小时2分钟，也就是说新款比它多了整整4个小时的续航时间，这让测试人员直呼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 iPhone 16 Pro Max 电池容量虽比前代更大，但是也仅有4685毫安时，不超过5000毫安时，比不上安卓旗舰机还小得多。测试者表示，即使是对比电池容量更高的智能手机，例如一加 OnePlus 12，电池容量拥有5400毫安时，但续航时间也只有17小时37分钟，依然比不过 iPhone 16 Pro Max。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 iPhone 历史上最长的续航时间，如果从相同的电池容量来对比的话， iPhone 16 Pro Max 还是目前智能手机中续航最长的。为了确保测试准确不是侥幸，测试人员还进行了2次测试，结果依然如此。除了 iPhone 16 Pro Max 之外， iPhone 16其他版本实际续航时间也都远超了之前老款设备，像 Pro 版本也高了近4个小时使用时间。测试人员认为 iPhone 16系列续航在 iPhone 15系列基础上取得了更大进展，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电池容量更大，主要还有 A18 处理器耗电更低，机身散热效果也更好。而 Jeffrey 的 iPhone 16 Pro 也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目前对续航提升的感知其实并不算大，主要感知较大的是发热问题确实改善了不少。此外，包装盒上显示 iPhone 16 Pro 最高支持45瓦的峰值功率，然而近期测试结果揭示这些装置实际上无法达到如此快速的充电，尽管如此，充电效能仍有所提升。上周 Charger Lab 对 iPhone 16 Pro Max 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使用了多款 Apple 及第三方充电器。测试结果显示，该装置的最高持续充电速度约为30瓦，
在一张图片中，网站展示 iPhone 16 Pro Max 使用 Apple 140瓦 USB-C 电源转接器时，曾短暂达到37瓦的峰值充电速度，但维持该速度的时间尚不清楚。整体而言，这似乎比 iPhone 15 Pro 型号报道的27瓦峰值充电速度有所进步，但显然 iPhone 16型号并未如传闻中达到理论上的45瓦上限。Fornierlina 对标准版 iPhone 16进行的测试也得出类似结果，在上周发布的评测中指出，该装置仅在进行基准测试或玩游戏等极高负载情况下，才能达到38瓦的峰值充电速度。网站表示 ，iPhone 16的持续充电速度接近20瓦。对此，苹果表示，所有 iPhone 16型号使用20瓦或更高功率的 USB-C 充电器，可在约30分钟内达到50%的电量。这与 iPhone 15系列的宣传完全相同。尽管所有 iPhone 16型号都安全支持 USB-C Power Delivery 3.0 协议，但已证实这些装置实际上并未以45瓦速度充电。如果想要体验45瓦的充电功率，或许只能购买相应的快充头。另外，关于电池的保护和如何保持电池健康度的话题 ，Jeffrey 在前期视频中也有具体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综合上述信息 ，Jeffrey 个人的建议是 ，iPhone 15 Pro 系列的用户没必要升级 ，iPhone 14级之前的用户可以考虑升级。如果是超级果粉，那完全可以入手新产品。就像库克所说，每年换一部 iPhone 是一件很酷的事。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已经上手新机的小伙伴们，你觉得 iPhone 16 Pro 系列值得买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